为什么摩天大庙定理是什么？为什么冷却塔的形状是双曲面？走进我国宁夏的方家庄电厂，很难不被两座头顶白烟的高大建筑吸引目光。它们可不是污染环境的烟囱，而是一个个冒着水蒸气的循环冷却水系统——冷却塔。其实，不论是火电站还是核电站，本质都是依赖水加热后产生的高压蒸汽冲击汽轮机进行发电。但是，冲击后的蒸汽浪费了，很是可惜。如果能把它们再次冷却为水，循环利用就好了。这便是建立冷却塔的主要原因。但是，为什么会想到将冷却塔修建成双曲面结构呢？这就和数学家高斯提出的绝妙定理密不可分了。我们利用一张纸来简单理解一下这个定理：将平整的纸张卷成一个圆筒，在上面放一只蚂蚁，它可以走出很多种不同的路线。但是我们只取最为极端的两种，最凸路线和最凹路线，将二者的曲率相乘，就可以得到蚂蚁出发点的高斯曲率了。对于圆筒来说，最凸的路线是横截面的圆圈，最凹的路线是从上到下的竖直线。因为直线的曲率为0，所以直筒的高斯曲率自然也是0。这就是为什么可以用平整的纸张卷出圆筒状曲面的原因。相反，如果把一只蚂蚁放在篮球上，无论它怎么走，路线总是向外凸起的，因此球面的高斯曲率一定是一个正数，并且只要你不拉长、压缩或者撕裂这个曲面，它的高斯曲率就一定不会发生改变。比如，把一个橘子从中间切开后，去掉里面的果肉，把剩下的橘子皮放在地上使劲地踩踏，这时你会发现，橘子皮根本不可能被踩成完整的圆形，而是直接撕裂开来。这便是高斯曲率不为0的曲面拥有的独特性质。它强大的结构强度和抗变形能力，可以有效地避免风力的影响，从而满足人们对于冷却塔高度的要求。而在众多曲面中，双曲面无疑是最为经济的选择。从建筑角度讲，横截面为圆形的旋转曲面更便于施工搭建，且双曲面为直纹曲面，它可以用一根直线持续转动得到，所以在建造时并不需要弯曲钢筋，而是将其斜向平行排列即可。广州小蛮腰就采用了这种形状，因此它的每一根主钢梁都是直的。从冷却角度讲，底部宽、中间窄的设计，使得在同样的临水面积下，进风口的面积更大，有利于增加风量。从材料角度讲，混凝土的抗压能力高，但是抗拉性不足，而副高斯曲面结构的内部应力以压应力为主，更符合混凝土的受力特性。综上所述，伴随着钢筋混凝土技术的快速发展，1915年，双曲面冷却塔终于从想法变成了现实，并因其高度、强度、成本方面的优势得以流行开来。当然，在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，人们仍旧在探索更加经济高效的冷却塔结构。我们就需要实现自律，努力地向外做工。或许对于宇宙而言，我们的努力并无意义，但是对于人类而言，你的努力就能改变你自己。哥德巴赫猜想是什么？2020年11月3号，世界首台1000吨级别的架桥机昆仑号首次亮相。它正在建设的便是我国首条跨海高铁福厦高铁梅州湾跨海大桥。目前工程已经进入了桥面搭建阶段，但是要想保证大桥的安全稳定，最为重要的还是下面一根根支撑的桥墩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面对深不可测的大海，跨海大桥的桥墩该如何修建呢？目前它的修建方法主要有3种，分别是围堰法、沉箱法和打桩法。第一种方法是围堰法。面对海上施工，工程师的第一想法通常是能不能把它转化为熟悉的陆地工作环境呢？因此，在海水较浅的区域，可以利用钢板桩、土石坝等止水结构，将建设桥墩的地方围起来，然后利用抽水机把里面的水抽干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围堰。人们可以在里面进行与陆地相同的工作流程。待桥墩建设完成后，再将围堰拆除即可。虽然这种方法施工难度低，但是修建围堰耗费时间很长，
并且会对周围的水域生态环境造成损害。因此，在海水较深时，工程师也会采用第二种方法——沉箱法。沉箱是一种有顶无底的箱型结构，先把它浮运到桥墩的施工点上方，然后控制箱内的压载水量，使其下沉到海底。接下来，向箱室内输入高压空气，以阻止地下水渗入沉箱。这就像将一个空杯子扣进水底，一旦往里面冲入空气，水分就会迅速排开。这样，工人就可以通过换压室和升降井进入沉箱底部的工作室挖土，挖出的废土由机械设备及时运出。整个沉箱边挖边沉，到达指定深度后，需要将箱子的底部封死，最后用混凝土填满整个工作室，就得到了一个桥墩。这种方法的优势同样是干地施工，在保证质量的同时，也能直接了解海底的土质状况。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，施工人员必须在高压环境下工作，进出沉箱时发生的压强变化很容易让工作人员患上潜水病。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大桥的总工程师华盛顿·罗布林就是因为得了这种病而导致全身瘫痪。因此，在机械化程度较高的今天，工程师很少会使用这种方法，而是将其改进，利用水力机械代替人工挖土。最后，想要在深水区修建桥墩，就不得不采用另一种方法——打桩法。根据不同的海底岩层结构，工程师可以设计出不同类型的桩。在打桩船的不断锤击下，事先制作好的桩就可以被深深埋进海底的土层中。我国的港珠澳大桥在建造时就是采用了这种方法。当然，除了以上这些基础的建造方法，工程师们还需要改进桥墩的建筑材料以及结构强度。比如，在混凝土中添加外加剂，采用防腐蚀钢筋，在桥墩表面涂抹防腐材料，在桥墩外侧装备冲水胶囊等。通过以上措施，可以有效地解决海水腐蚀、船舶撞击等现实问题。如此一来，桥墩便能在大海中长久地生存下去，为人们的安全通行奠定了坚实基础。镇可修，大镇不倒的要求。如果说所有建筑都能够满足行业规范，那么即使是发生大震，高楼也不会倒塌。我们只需要保护好自己的头部，以防被东西砸伤即可。千万不能因为害怕地震而采取极端措施。2013年雅安地震，就有人选择跳窗逃生，结果楼房并没有倒塌，白白丧失了自己的生命。当然，如果地震烈度超过了建筑设计的烈度，或者建筑本身质量存在问题，那么高楼也有可能倒塌。这时，如果居住在高层，不能在短时间内逃离到室外空旷区域，就需要谨记就近躲避4字原则，尽可能躲在倒了以后能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，比如桌底、墙角、卫生间等。如果被废墟掩埋，也不要放弃希望，可以通过敲击管道等方式来寻求救援。总之，在经历过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，相信不论是国家监管部门、房地产建筑商，还是我们每一位普通人，都对地震有了深刻的认识。在天灾面前，纵使人类渺小，但我们也要用知识和力量努力与其对抗。